静香摔下了悬崖，大雄光着屁股从桃子里蹦出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雄的学校布置了调查这座城镇历史的作业，不过他不打算去图书馆翻阅资料，而是想做时光机去掌握一手信息。哆啦 A 梦告诉他，要想用时光机了解100年的历史，就要花100年的时间。看来这个方法不可行，哆啦 A 梦给大雄出了个好主意，他把大雄带到能俯瞰整个小镇的山顶上，然后拿出道具时光相机。这个相机能一边进行时光回溯，一边拍照片，再用这个显相机就能显示出相机传送回来的照片了。这样一来，很快就能知道这个城镇的历史。哆啦 A 梦将相机发射到天空，然后把模式切到时间回溯走索，相机先是回到了10年前，拍下一张照片传回来。他们发现10年前这里的房屋还很少呢。接下来他们就如法炮制，以1个月为间隔，拍摄了大量不同时期城镇的照片。要是哪个时代拍到了重大事件，就去那个时代详细调查。显相机吐出一连串的照片后，突然没了反应，似乎是时光相机出了什么故障。最后的照片是637年前。大雄发现这张照片上有类似人影的影像，哆啦 A 梦将照片放大后震惊了，这好像是拍到了传说中的桃太郎啊！他俩难以置信的赶紧去告诉小伙伴们，桃太郎是传说中的人物，竟然被时光相机拍到，就在这个城镇出现过。空地上，其他小伙伴正围着一个金发小伙，这个人说自己疯狂喜爱桃太郎，所以从荷兰过来了。小伙伴们再三跟他解释说，桃太郎并不存在，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但这人却好像怎么也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时大雄把照片给大家看，告诉他们真的有桃太郎。胖虎觉得这是伪造的照片，随后小伙也拿出他家祖传的古画，上面竟然有跟大雄的照片上很相似的生物，不过说是古画，看起来更像是相片。现在已经有2张相片指向桃太郎真的存在了，大家决定一起坐时光机去637年前调查清楚。不过半路上，哆啦 A 梦的便宜货时光机又故障了，让大家带到了照片拍摄日期的前一天。他没敢告诉大家时光机坏了，小伙伴们很期待桃太郎会是怎样的人，大家一起踏上了寻找桃太郎的旅程。晚上他们到达了一个村庄，正好目击到了有个高大的金发妖怪袭击村庄，居民们将他称为鬼，并且对他十分惧怕。下一秒那个鬼就站在了他们身后，幸好鬼径直离开了，没有攻击他们。村子里的武士在接到通报后前来驱鬼，然而他把哆啦 A 梦等人当作是鬼了，用自制武器毁掉了他们的竹蜻蜓。哆啦 A 梦用反弹斗篷挡住一波攻击后，快速带着大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他们一直跑，穿过一个吊桥，来到森林里。不知为什么前方的路越来越窄，前方有个断崖，小佛和胖虎很灵活地跳了下去。大雄在跳过去的时候脚下一滑，静香连忙去拉他，结果混乱中静香掉了下去，他一路滑下山崖，一只大手拉住了他，是之前在村庄里看见的那只金毛鬼。金毛把静香放在路边，与此同时小伙伴们也找了过来。静香不可思议地告诉大家，他刚才好像被鬼救了。他们私下寻找了一下，却没有发现金毛的踪迹。哆啦 A 梦拿出水果小船，打算带着大家顺流而下。这种水果船非常安全，是不会沉没的。船里面有显示器，可以观察前方的情况。大雄的是桃子船，他笨手笨脚的上船的时候还落水了，于是他只好把衣物脱下来晾好，光着屁股开船，因此他的船比其他人慢好多好多。后来大雄的船还触礁了，不巧的是其他小伙伴的船被村民当成巨型水果给打捞了上去。居民将水果船带回了村里，武士下令将水果劈开。哆啦 A 梦他们傻眼了，折腾了一圈又回到这个村子来了。他们被村民绑在大树上，据说随时会被处死，旁边还有个大叔在监视他们。小福越想越觉得照片上的人真的是桃太郎，但胖虎依然坚持认为那张照片是伪造的。哆啦 A 梦问大叔有没有听过桃太郎这个人，大叔表示从来没听说过。静香告诉他，桃太郎是从桃子里出生的。大叔一听就笑喷了，人类从桃子里生出来怎么可能？天已经亮了，大雄还光着屁股在桃子船里随波漂流，他的衣服还没有完全干。哆啦 A 梦发现看守他们的大叔睡着了，大家想找机会逃跑，可是他们的手都被捆着，无法拿道具出来。小佛很灵活的用嘴从哆啦 A 梦的口袋里叼出长角动物饼干这个道具，大家吃下饼干后都变成了动物，摆脱了绳索的束缚。静香变成了粉色的鸟，胖虎变成了猴子，小福变成了狗。静香帮哆啦 A 梦松了绑，大家小心翼翼地逃走了。另一边，大雄还在桃子船里呼呼大睡。岸边一个洗衣服的老婆婆发现了这颗巨大的桃子，
他想把桃子带回家给老伴吃。老爷爷磨刀霍霍向桃子，大熊赶紧蹦出来防止自己被砍。两位老人都惊呆了，怎么会从桃子里钻出来个小男孩呢？老婆婆觉得一定是上天怜悯他们没有孩子，所以赐了一个给他们。既然是桃子里出来的，那就叫桃太郎吧。老两口非常高兴，大熊吓得直接光屁股跑了出去，结果因为肚子太饿，跑到门口就饿晕了。老婆婆拿来米饭和小菜给大熊充饥。老爷爷觉得很抱歉，虽然他很想让孩子多吃点，但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粮食了。老爷爷告诉大熊，那个鬼一到晚上就会来偷食物和珍宝。大熊让老两口放心，说桃太郎会消灭鬼的。他全然忘了现在自己就是桃太郎。老两口见自己的孩子如此了不起，感动得直抹眼泪。老爷爷把自己年轻时穿的铠甲和佩刀送给了大熊，老婆婆给了他每天要吃的饭团还有旗帜。这下大熊可真有桃太郎的范儿了。虽然他再三解释自己不是桃太郎，但最终他还是带着村民的期望出发了。大熊首先要找到小伙伴们，他在海边遇见了变成动物的大家，猴子跟狗还有鸟都说话了。大熊人傻了，金香告诉他，他们吃了动物饼干，所以变成这样了。大家悠闲地吃起大熊带着的饭团，他们已经不想找桃太郎了，想回家。这时，那名武士带着许多马仔，举着消灭鬼怪的旗帜路过。难道他是桃太郎？武士带着手下准备前往鬼岛。金香想去通知那个金毛先生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对方看起来像是恶鬼啊，但金香认为金毛当时救了他，是个好人。于是金香没听劝阻，向鬼岛飞去。哆啦 A 梦连忙拿出快艇，带着大家追过去。他们接上金香，一起来到鬼岛。这座岛很阴森的样子，大熊总觉得有种一直在被人盯着的感觉。他们爬上岩石后，发现地上有骨架，难道是被鬼吃掉的小动物吗？紧接着金毛就咆哮着出现了，他们吓得拔腿就跑，一直逃到一处悬崖，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他们无处可逃了。大家不禁有些怀疑，桃太郎怎么还不出现？难道他真的不存在吗？这时小小的金香向金毛冲了过去，他告诉金毛大家是来救他的。那位武士为了抓他，正朝着这个岛赶来，但金毛依然面目狰狞地冲着金香吼叫。哆啦 A 梦刚想用空气炮制服他，却被突然出现的老鼠打乱了节奏，他吓得直接一头撞到了金毛的头上。万万没想到凶恶的鬼就这样被他们制服了，于是大家决定要拍照合影留个念。结果哆啦 A 梦刚设定好快门，就被老鼠吓得踹倒了三脚架。最后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居然跟那个荷兰小伙给他们看的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随后金毛醒了过来，他一改之前的凶狠，脸上表情很呆萌，头上的2个角也掉了下来。难不成这个金毛是个外国人？这时武士带着马仔找到了这里，他叫嚣着宝物是我的。金香想阻止他伤害金毛，但武士不由分说的就下令放箭。金毛毫不犹豫地用肉体挡在孩子们的面前。危急时刻，哆啦 A 梦和大雄及时用反弹披风将箭矢弹了回去。如此反复多次后，哆啦 A 梦又拿出了怪物球吓唬他们，这下武士完全被吓跑了。旁边的金毛拍手赞称 Bravo， 他果然是外国人。哆啦 A 梦给他吃下了翻译蒟蒻。金毛告诉大家，他是荷兰人，是一艘货船的船长。有一天，他的船遇见暴风雨沉了，他用小船逃生到了这座岛上。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没有见过外国人，所以他经常被这个国家的人用竹枪指着被追赶，而且他们还语言不通。只要他过去寻求帮助，这里的人就会扔下宝物逃走。金毛很想把这些宝物还给村民，但大家都害怕他，不敢靠近。他也很害怕，很寂寞，就装上2只脚保护自己。说着说着，他就伤心的哭了。他实在是太想回到祖国了，只是移动地点的话，这好办啊。哆啦 A 梦把任意门定位到了荷兰，只要打开门走过去就是了。金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太开心了，这下终于能回家了。最后他跟大雄要走了那张照片，这就是后来荷兰小伙手里那张古画的由来。看来金毛就是荷兰小伙的祖先。胖虎他们也想回家了，哆啦 A 梦这才支支吾吾地告诉他们，时光机坏掉了，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回去，难道要一直生活在这个时代了？他们先把宝物拉到村子里还给村民。老两口很欣慰，他们的桃太郎成了一个出色的人。动物饼干的有效期也快过了，这时时光相机在空中给他们拍了张照片，就是大雄最初看见的那张桃太郎的照片。哆啦 A 梦看见时光相机，便灵机一动，让大家全都抱住相机，随后他们就消失在了村民的面前。原来刚开始时光相机回不来，就是要把他们送回去，所以他们拍到的就是自己，而大雄就是桃太郎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相信会有传说中的人物存在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